中美正在伦敦展开一场高风险的贸易谈判，中共党媒貌似轻松地和华为大老板任正非面对面交谈，好像一切都那么云淡风轻，好像没有你们美国，我们这边的风景依然很好。人民日报与任正非的对话，想极力突出中共的自信，还将开放放到标题的显要位置。这时海外传来消息说，川普总统有意放松对华晶片出口管制，来换取北京对稀土出口的管控，好像习近平手里这张稀土的牌再一次迫使川普让步。党媒的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在贸易谈判中真的有底牌吗？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任正非今天成了党媒的平起平坐的贵宾，在美中关税战的焦点转移到先进晶片出口管制的今天，显得非常不同寻常。党媒一上来就用任正非美国是夸大了华为的成绩，貌似自谦的话语，炫耀华为的厉害。任正非也承认，华为的单晶片还是落后美国一代，他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用群计算补单晶片，达到结果上的实用状况。不过热传的华为 AI 晶片良率很低，大概只有 20%。 虽然英国金融时报援引2位知情人士报道称，华为已将其 AI 升腾晶片的良率从1年前的 20% 提高到近 40%， 其升腾920将采用6纳米制程节点。而早在2024年年底，台积电的2纳米试产良率已达到 60%， 2025年量产时可望突破 70%。 所以任正非在这方面只能谦虚一些，只说实用效果，不说技术差距。任正非似乎很注重基础研究，说华为1年1800亿投入研发，大概有600亿是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考核，1200亿左右投入产品研发，投入是要考核的，没有理论就没有突破，我们就赶不上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任正非有意淡化美国出口管制担忧，因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怀疑华为升腾晶片可能是利用美国技术开发的，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这些晶片都违反了美国的管制措施。任正非最后说，人工智慧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技术革命，当然可能还有能源的核融合。人工智能发展要经历数十年数百年，不用担心，中国也有很多优势。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呢？任正非认为，演算法不掌握在 IT 人手里面，而是掌握在电力专家、基建专家、煤炭专家、医药专家、各类行业专家手里面。实践层面看，中国制造业人工智慧运用非常快，会诞生很多中国模型，这无意中让中共原形毕露。中共的基因之一就是偷，把别人技术偷来用在制造业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将人工智能融入产品中。这就点了党媒这篇对话的中心。国家越开放，会促进我们更加进步。这里的国家应该就是美国，而不是中共。中共是不会开放市场的，因为一旦开放市场，中共将无地自容，灰飞烟灭了。中共为了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必须寄生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开放上。在美国决心与中共脱钩的今天，中共的这个需求显得更加强烈。所以中共极尽耍无赖的本能，既违反加入世贸的承诺，又违背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一项稀土协议，加强稀土出口管制，让美国的供应陷于暂时停顿。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这显然在谈判过程里面，中方采取了这种虚张声势的方法来对美国施加压力。他的意思是，
我能卡你，但是你卡不了我。我的稀土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卡你美国的脖子。如果我采取出口配额的方法，从数量上加以限制甚至禁止稀土的出口我甚至可以采取许可证贸易的方式，没有许可证没有出口配额的谁也不可以向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稀土。所以我对你美国卡脖子反制是能够立竿见影的，是有效的。但是你美国想从高端芯片上限制我，你卡我的脖子你办不到，因为我们可以采取小米加步枪的方式，达到跟你高端芯片是一样的效果，来弥补市场和技术上的短板。他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要对美国施压，让美国让步，答应中方所提出的苛刻的贸易条件。任正非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呢，要借任正非的口来给国内人打气，也向西方向美国传达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的技巧，让任正非来做配合。但这话的背后是不是真的如此？中共是在演空城计，还是真有那样的本事和魄力，通过小米加步枪的方式来对付他的飞机大炮？这个恐怕就还要观察。我个人认为呢，恐怕没有那么乐观。如果真像中共所说的那个样子，那么它高科技成果，特别是在晶片领域，它要能够做到用这种土办法来补救，那么它也不至于出现这么多问题。它就更加会耀武扬威，更加会漫天要价。川普指出，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剥削美国，因而我们希望中国开放。对于美国晶片换稀土的让步信号，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补充说，美国不会将英伟达公司生产的用于人工智慧的最先进晶片纳入其中。稀土其实并非什么底牌，中共只是用稀土耍无赖而已，但这种可以耍无赖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今年4月北京收紧稀土出口后，川普政府就重启了拜登时代打造国内稀土磁体供应链的计划，可在未来6个月到1年内增强美国国内稀土磁体的供应能力。这项计划名为从矿山到磁铁，目的是在稀土供应链的所有关键节点建立起国内产能。这些关键节点包括采购、分离、加工、金属化、合金化和磁铁制造。为避免环境污染，美国的科学家们正在探索新的更加保护环境的稀土开采方式。例如，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发一种新方法，可以在目前不可能的地方分离和提取需求量很大的元素，为在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下提炼稀土开辟了新途径。与此同时，美国正与沙特联手构建稀土全产业链。根据沙特地质调查局数据，该国已探明稀土储量约320万吨，占全球 1.5%， 但冶炼技术几乎空白。美国则试图通过合作缓解稀土供应链风险，目前其稀土永磁材料 90% 依赖进口，而中国掌控全球 85% 的冶炼产能。就在美中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之际，中共不忘对外军事扩张。据日本6月10号披露，中共军方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群上周末同时在太平洋的不同海域活动。日本防卫省今天说，发现辽宁号航母星期六首次在最东端的南鸟岛西南约300公里属于日本专属经济区的海域活动后，另一艘航母山东号与一艘导弹驱逐舰等4艘舰艇一起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1点左右航行于冲绳县南部宫古岛东南550公里的海域。该航母星期一又在硫磺岛西南约500公里，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岛以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战斗机和直升机的起降作业。这是日本首次确认2艘中国航母同时在太平洋活动。日本军方称，他们派遣了军舰和飞机监测中共航母的行动。中共党媒将华为捧得高高的当天，中国股市午后突然跳水，香港中概股指数午后一度下跌 0.9%， 此前曾上涨 0.5%。作为中国境内股市基准的沪深300指数也转为下跌。6月10号，
A 股主要指数今日早盘小幅震荡，午后集体跳水，截至收盘，沪指跌 0.44%， 报3384点，深证成指跌 0.86%， 创业板指跌 1.17%， 全市场超4000股下跌，这似乎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谈判结果并不看好。中共党媒与任正非的对话透露一个信息，中共其实很怕美国的脱钩策略，害怕川普要求的开放中国市场。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中共解体的日子一天天迫近了。你认为是这样吗？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